自己1周练完。AI 短剧制作，前198集存下吧，很难找全的。警告：本视频耗时2个半月制作，制作时长600分钟，带你系统学习 AI 真人短剧制作。这应该是抖音具良心的 AI 真人短剧教程了，哪怕你是零基础也能轻松学会。本视频学习文档已经整理齐全，只要是我粉丝留下3个8，直接甩给你。西辽铁骑压境，吾明日卯时出征，天下必能平安归来。红绸不断，我必归返。愿家国安宁，亲人康健。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 AI 短剧全流程实战课程。在2026年的今天 ，AI 视频技术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进入了工业化量产的阶段。本次课程将带大家深入了解如何利用 AI 工具高效、低成本的创作短剧内容，从创意策划到最终成片，掌握完整的实战流程。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探索之旅。首先来看第一部分，行业洞察。那么根据最新的行业报告呢，2026年的 AI 视频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正式进入了工业化量产阶段。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视频制作流程呢，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 AI 工具实现高度自动化，从而带来效率和成本的革命性变化。那么最直观的体现呢，就是在于效率和产能上的飞跃。目前 AI 视频制作的成本相比于传统方式降低了90%以上。效率呢提高了10倍到15倍，一个3人的小团队在5天就可以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大团队数周才能完成的一个几十集短剧。这背后是算力成本的降低和技术的飞速迭代。那么 AI 呢已经能够辅助我们完成更多复杂的创作任务了。我们大概的了解一下这些行业趋势，接下来就进入到课程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来制作 AI 短剧，它需要哪些流程。那么大概呢，也就是这几个部分。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然后就是生成我们的分镜脚本，详细的一个剧本介绍，然后就是生成我们的图片素材以及视频素材，包括音频素材等等。再通过我们的剪辑手法，最后再上传运营即可。那么通常呢，第一步的创意策划和剧本生成阶段呢，我们可以通过 AI 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方案。这些创意呢，通过我们个人或者是 AI 的辅助下来进行判断，然后再进行剧本和分镜初稿的生成，就可以极大的解放我们的生产力了。第二步呢，则是我们的角色与场景设计。通过 AI 绘画工具，可以飞速的设定好剧中人物的形象和故事发生的背景，确保我们的风格进行统一，为之后的视频生成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里面也为大家有一些推荐工具可以看一看。到第3步了之后，我们 AI 就可以根据剧本自动生成详细的镜头建议、分镜脚本，可以大大的减轻了分镜师的工作负担。第4步呢，也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了。这一步呢，我们需要将分镜脚本转换为分镜图片，再通过图片转换为我们的视频。那么目前的主流 AI 工具呢，已经可以通过我们的后期处理生成 4K 60帧的画面了。那么画质也已经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之后呢，则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合成剪辑，我们将所有的视频片段整合起来，配上声音和字幕。AI 在配音和配乐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效率。然后呢，经过我们的人工呢来进行一个审核和调整，一部完整的 AI 短剧就诞生了。那么工具呢，国内目前也就是这4类型的工具。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智能的图片和视频的一个生成平台，那么它是我们的源头，能够实现多模态输入到成片的直接生成。然后就是我们的 AI 智能剪辑，那么通常呢，它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比如说自动字幕、智能成片，通过这种方式呢，解放我们的生产力。第3类呢，则是我们的画质增强与特效平台，那么它解决的是好不好看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超分、补帧等手段呢，提升我们的视频质感。第4部分则是我们的素材库，能够更方便我们处理我们的一些生成好的数据和内容。那么目前主流上的 AI 工具呢，分为闭源和开源。像开服UI呢，属于开源的，使用起来呢免费，然后部署的成本也比较低。而像极梦和可伶这种呢，则是闭源的，那么是大厂经营的，成本呢比较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各有优劣。那么使用开服UI呢来部署，主要就是因为它零成本。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它数据安全是比较能保障的，因为它是本地部署，不需要接通网络。那么我们可以自己生成呢
任何自己想要制作的内容。而像极梦可伶这种，他们生成的效果其实要更好一点。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下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成本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 AI 短剧能够远超我们的传统真人短剧呢？答案也就在这里，就是从各个层面来说都有着非常大的优势，这就是我们 AI 带来的巨大红利。像这种成本架构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主要我们进行 AI 创作呢，主要就是进行算力支出，但是我们的 AI 短剧呢，却可以比传统的真人短剧节省10倍的成本。那么这种成本优势还是非常大的。最后一点还是回到竞争力上。那么我们 AI 呢，虽然说改变了视频创作的生态，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认知到，会用 AI 工具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非常稀缺的技能了。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呢，永远是讲好一个故事的能力。那么我们呢，应该是善于利用 AI 来实现自己创作的 AI 导演。人机协同，回归故事本质，才是决胜未来的关键。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下个视频让我们继续来了解更多有关于 AI 短剧创作内容的必备技巧。那么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课程。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利用我们的 AI 呢，生成真正优质的短剧剧本？那么在 AI 时代，写剧本呢，主要是依靠我们的 AI 工具呢进行生成，写出有吸引力、符合短剧节奏的好故事。那么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关键技能。本课程将提供一套从创意构思到最终完成的整体实战指南。那么我们要明确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要找准 AI 剧本创作的核心原则，接着深入分析优质短剧剧本的核心要素。学会这个之后呢，我们再讲解一下我们的 AI 剧本创作的3步法。之后呢，再通过一些小案例来进行总结，并推荐一下我们的工具。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概念，就是 AI 是我们的强大助手，但是这个是永远无法替代人类的创意的。所以说，优质的剧本灵魂在于创意和情感，这是 AI 无法凭空产生的。因此，我们的原则是人机协同，创意先行。那么在我们向 AI 下达指令之前，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先想清楚，到底该创作怎么样的故事、人物设定和冲突。AI 的任务呢，只是把我们的想法变成完整的剧本而已。因此，想要让 AI 呢写出优质的剧本，我们首先要告诉它什么是优质。那么短剧剧本有几个关键要素，第一个是3秒原则，开头呢必须迅速的抓住观众眼球。第二个则是经典的起承转合结构，让故事呢有节奏的推进。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每集结尾呢必须有个钩子，也就是悬念，来保证用户的追看率。这些都是我们在给 AI 下达指令时必须明确的。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AI 剧本创作的标准3步法。那么这个流程将帮助我们系统的利用 AI 从一个模糊的想法一步步得到一个高质量的剧本。第一步呢是指令拆解，这一步的核心呢是翻译。我们需要把脑子里模糊的感性的创意拆解成 AI 能听懂的清晰的结构化的指令，明确故事的核心要素、风格基调以及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第二个呢是初稿生成，有了精准的指令，我们就可以让 AI 大显身手了。将指令输入工具， AI 会快速为我们生成一个剧本框架。我们主要关心核心逻辑和叙事框架是否成立，不用过分纠结于细节的完美。第3步呢是细节精修， AI 生成的初稿往往比较粗糙，这就需要我们人工介入进行打磨。我们会优化台词的细节，调整叙事的节奏，修正一些 AI 容易出现的逻辑漏洞，最终保证这个剧本呢是真正可用的，符合实际的拍摄需求。这3步构成了一个高效的闭环，结合了 AI 的速度优势和人的专业判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是撰写清楚的指令，也就是 prompt。 你给的 AI 指示词呢越详细，它返回的结构就越接近你的预期。一个好的提词需要包括题材啊、核心设定啊、结构要求啊、风格要求啊，那么这些都是必须的。第2步呢，就是将我们的提示词输入到 AI 工具中，无论是文心一言还是豆包，那么它们都能够按据指令快速的生成一个完整的剧本初稿。那么这一步呢，极大的解放了我们的生产力。第3步也是最不可缺少的一步，人工精修。 AI 生成的初稿呢，往往只是个骨架，那么我们有时候需要修正一下逻辑漏洞，强化一下故事的爽点和情感，润色一下台词，让它更生动。那么就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个这种简短的案例，对吧？我们要看一下该如何进行一个创造。首先我们要有个构思，然后再通过提词进行一个输出，最后再人工的进行一个打磨，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流程。最后总结一下，那么 AI 剧本创作的关键就在于3点：创意主导、指令精准、人机协同。我们要始终记住，我们是故事的主人。因此，这个视频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Hello， 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呢，让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 AI 短剧创作。
我们来实际的演示一下。使用到的软件呢，就是我们的豆包。像这里面，我们输入这样的一串文字，我们先别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那么可以看到呢，就生成了一份分镜剧本。那么通过这份分镜剧本呢，我们就可以制作我们的短剧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样的提示词？它的优点在哪里？首先，我们在生成我们的剧本的时候，需要呢明确我们的一些主要目的，像我们的时长、镜头数以及核心的人设。那么这种东西呢，你可以通过自己向豆包提出你需要10个或者100个的剧情参考，然后你只需要做一个选择，在里面挑选你觉得比较好的，然后再通过我们的 AI 呢将其细化即可。那么这里我也是大致挑选了一个感觉还可以的。那么通过这种颗粒化的要素拆解呢，就可以更契合我们的 AI 处理逻辑。因为我们的 AI 生成内容呢，主要就是按指令执行嘛。你的提词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表述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生成的内容呢和你想要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因此我们需要框定好我们的核心目的，以及我们最后要使用到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一定格式的，像镜头旁白、运镜以及持续时间等等。那么这些内容呢，都可以来指导我们后续的视频生成，是非常方便且有效的。这里面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剧本，非常的经典。那么像里面表格里面的内容呢，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像我们的镜头内容，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画面所要体现的东西；旁白呢，则是我们的画面里的配音、台词，用来交代我们的信息，传递我们的情绪。而运镜呢，则是指我们拍摄的时候镜头的运动方式，那么它呢就决定了我们的画面的一个节奏和观感。像我们的固定镜头、推镜头、拉镜头等等，那么是有很多种的。这种需要自己在剪辑的时候，或者是输入提示词的时候，要对这个运镜有自己的理解，也可以借助 AI 来帮助你生成这样的内容。持续时间呢，则是指这个视频的整体节奏大概是多少，将这些时长呢加起来就是一个整体时长了。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们会将零散的信息排列组合好，那么不会显得杂乱。而在这里面呢，也运用到了我们之前的那些技巧，比如说黄金3秒原则，我们要更好的提出我们的观点，所以在开头呢，就要将核心的冲突呢迅速的抛出来，锁定我们观众的注意力，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起承转合来建立背景框架以及后续的冲突升级。我们适当的时候呢，也可以留一些钩子呢，来增加我们的观感。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生成。当然，像其中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自己呢进行一个修改。就比如说像这里面，我可能觉得第几个镜头不是很好，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种修改呢，更改具体的一个镜头号，而其他的内容呢保持一个不变，这样子更有针对性了。那对于剧本本身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加入自己的思考量，因为毕竟 AI 也只是一个辅助，真正的创意核心其实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剧情的一个思考。那么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Hello， 大家好。那么这一节课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进行我们的纹身图，将我们之前所准备好的提示词呢，通过 AI 生成的方法转换为最后的分镜图片。像这里面，我们可以生成任意的角色啊，或者是场景图片。那么使用到的软件呢是 Canva UI。那么视频的前半部分我们会讲一下生成的方式，后面会讲一下软件如何使用。那么想要进行一个生成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我们的提示词当中呢输入好想要生成的内容，通过这些节点就可以实现这种生成。那么使用这款软件的好处主要就是因为它可以免费，支持本地部署。相较于其他 AI 网站呢需要付费的属性来说，那么这种免费的个人认为是很有性价比的。只是将原本网站中输入提词的那个运行框放置到了一个节点里面，在节点里面进行输入，而且还可以通过很多参数呢进行微调，使用起来也是很方便的。像这里面我们就简单的对它生成了一个女性人物角色的形象，最后我们看看它生成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无论是清晰度啊，或者是说对于我们提词的遵循程度来说，个人认为效果是比较优秀的。整体的一个画面也是具有美感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整一下它的参数，让它呢生成16:9的比例。像这里面我们的宽度和高度呢调的是一个竖向的，那么通过这些参数就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么具体要如何使用呢？使用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下载好我们的压缩包，然后解压之后呢，我们找到这个启动器的图标，然后双击打开，然后呢就会弹出一个黑色的窗口，我们稍微等它加载一会儿，它就会在我们的默认浏览器打开，
那么你可能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纹生图的界面。那么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东西，像这里面左边的模型里面有常见的 Flux 模型、千问模型以及一些大模型，经常使用到的 LoRa 等等。再比如说工作流部分，大概有200多款，可以足够的满足大家的要求。那么这些文件呢都放好了，然后像这里面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之后呢，点击一下运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采样器正在采样，进行生成，最后呢就生成了一张图像。那么这里面我们采用的是动漫的模型，所以它就会生成动漫图像。那么大家也可以尽情的使用其他的一些模型，比如说人物模型等等。那么同时像这种模型呢，可以生成大家任何想要的图像。那么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拿到手之后呢，就可以自己动手去试一试，看看生成的效果怎么样。个人认为这样的生成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比市面上的很多需要收费的软件是效果要好的，毕竟软件是完全免费的。那么这个视频我们就大致的简单了解一下有关于我们纹身图的一个流程。那么后面我们还有图生视频的流程。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节视频再见。Hello， 大家好，那么继续来学习一下我们的 AI 短句生成系列课程。那么这节视频呢，主要是来讲解一下如何将我们之前生成的图像呢转换为视频，该进行怎么样的操作呢？那么这里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款 AI 工具呢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那么这里为了演示的话，我们使用的是 Canva UI， 因为它是免费进行生成的，所以呢可以不停的抽卡进行使用。那么首先像这里面，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加载图像这里面输入我们想要的图像内容，然后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呢，就能够输出成视频了。我们看一下视频生成的效果怎么样。那么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整体呢，画面比较流畅，然后视频也比较清晰。那么别看这些节点很多，因为这些其实是傻瓜式操作的，你只需要打开这个工作流，然后在这个加载图像这个模板里面，我们把图像粘贴进去就行了。然后我们这里面也需要控制一下它提词的生成内容，像这里面我们只要输入2个人散步啊，或者是想要产生什么样的对话都是可以的。那么通过这样子呢进行生成，就可以无限的进行抽卡。那么所需要的呢，只是我们本地的一台电脑就可以了。那么是不需要进行额外付费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控制它生成的描述，然后画面大小等等。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实现了将我们之前生成的图像转换为视频了。当然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可以供选择，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工具。Hello， 大家好，那么这一节视频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于我们 AI 短句当中对于视频处理这一块。那么就是如何将我们那些从网站上下载，或者是自己录屏，又或者是自己生成的那些低画质的画面呢，进行一个像素升级，提高它的画质，这样子呢，能够在我们后续的一些生成过程中提高效率以及节约成本。要知道，我们目前生成的很多画面呢，一旦提高它的一个分辨率，那么其所消耗的一个成本是成倍数增加的。那么为了减少这样不必要的一个消费，我们会降低它的一个生成画质，采用2次放大。通过这种提升画质的方法呢，就可以将我们原本模糊不清、不清楚的那些画面内容，提升为更加优质、更清楚的画面素材了。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那么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些方法。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像这种视频放大是需要专门来下载软件，又或者是开通一些网站的会员啊、APP 啊这种。那么很显然，这样子它也会带来我们的第2次消费，是不划算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免费，然后提升的效果还好这种方式呢，来进行一个视频的高清放大？那么我也是找了很久，那么找到了这样的一款工作流，使用的是我们的 Canva UI， 那么效果也是很不错的。那么为什么说很不错呢？那么像这里面我们上传了一个视频素材，看一下它的一个画面内容，效果是怎么样的？可以看到模糊不清，对吧？不是很清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成好之后的样子，是不是画面质量上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那么这样的一个提升呢，只需要通过这些节点就能够实现操作了，而且并不是很复杂。相信通过我的一些讲解，你能够很快的就能够
掌握住，尤其是适配当下的一些热门的一些 AI 短剧创作，用这一套方法呢是非常适配的。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流程，总共呢就分为3部分。首先是上传我们的一个视频素材，那么它呢可以自动的读取我们的视频的帧率，然后时长、分辨率等等这些信息，然后呢作为一个前置条件呢进行一个输出。同时我们还可以设置它读取的时长读多久，然后输出画面的帧率、尺寸是多少，这些通通呢都可以自己来进行控制，非常的方便。然后将我们输出的视频呢进行像素的缩放，通过这种算法就可以降低我们后期视频放大的一个运算压力，避免直接放大呢导致细节丢失。同时呢为我们里面的服装、面部这些关键细节呢打好一个还原基础。当然这种视频放大的本质呢就是一种图像放大，要知道我们每1秒的视频都是多少帧，每1帧呢其实就是一张图片。那么理论上来说，我们只要放大了这个视频里面的每1帧，也就是每一张图像，我们就是放大了这个视频。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工作流的灵魂环节，也是我们画质提升的关键。通过呢这些节点就能够将我们的一个视频进行一个放大，同时在放大分辨率的过程中还能够修复我们的拍摄噪点，还原面部轮廓和场景细节，修复出细腻的皮肤质感和清晰的布局细节，同时还支持在我们本地进行部署和运行，反正是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像这里面我们加载的是一个放大模型，然后我们要设置生成的视频它的分辨率，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初步放大的视频。再将这个初步放大的视频呢提供到我们的补帧插件，可以将原本低帧率的视频呢转化为高帧率的视频，进一步提升我们画面的流畅度，提高我们的渲染的效率。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高品质短剧的素材修复，那么是非常方便的。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呢，我相信对于我们视频素材处理这一部分呢又有了更新的了解了。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见。Hello， 大家好。那么这一节视频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于我们 AI 短剧当中碰到那些低像素的照片素材，该如何让它变成更高清、更清晰的图片素材。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处理呢？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就比如说这里面我们上传一张模糊的美女图像，同时它的像素也很低，207×256，可以看到像素是非常低的。然后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些关于提升图像质量的提示词就可以了， 2K、4K， 然后真实的图像质量，干净的皮肤，然后呢通过这个工作流呢就可以进行运行了。我们点击运行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OK， 已经生成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款工作流的最强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画面它已经变清晰了，对吧？但是你发现没，你看这些细节的地方很油腻，一眼就看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而且锐化的很严重。这个时候上一下我们的法宝，就是用我们的 Z-Image 模型来进行重绘。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没有那么油腻了？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之前原图的一个对比图，我们感受一下，就你夸不夸张？这2张图片可以说放大的非常好，这个你看着其实就没有那么重的 AI 味了，同时又清晰，然后细节也足。你再对比一下原图这张模糊的图像。OK， 我们继续来讲一下是怎么实现的。首先第一点，它放大我们用的是我们的 Flux 2模型，那么这个模型的效果也非常的给力。我们知道它不仅有我们的编辑功能，还有生图功能，没想到它放大的功能也非常的好。其实放大功能也类似于一种编辑功能，对吧？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放大效果呢，就可以得到一张清晰，有那么一些细节，但是图像非常油光水滑的一张图像，就会让你感觉这是 AI 味的。这个时候再通过我们的 Z-Image 模型呢进行2次放大，效果就非常的好。那么模型上面，克莱因模型主要的话就是用我们的3件套加载一下就好了。这个 Roller 呢可加可不加，其实效果不是很差的，按照自己的需求来。然后就是这个 Z-Image 模型，这个其实在我们以前的视频里面也有讲过，主要是用我们的 BF16， 要是你的电脑配置低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 FP8 版本的，效果也差不多，感觉也很好。那么这个工作流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主要就是感受一下如何将一个模糊图像变成一个非常真实化同时清晰的照片，那么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节视频见。Hello， 大家好。那么这一节视频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将我们的图片呢和音频来进行一个对口型。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短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图片的素材需要与我们生成的配音进行一个同步，这种时候呢就可以采用这种技术了。那么像这里面我们加载一下这个工作流，然后呢只需要上传一个图像，然后在我们的加载音频里面再选择一个音频进行上传，那么就可以实现我们的人物和声音同步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怎么样。虽然总是默念 forever young， 尽管都清楚世界挑人坚强，光阴的马正经历转速。OK， 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这个效果，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不错，人物的整体细节没有崩坏，然后声音也没有问题，同时嘴型和我们的声音是对得上的。那么我也不啰嗦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工作流具体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也比较简单，上传一个图像，然后再搭配上它的一个参考音频。那么参考音频这里面我们可以设置起始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来进行这个工作流，就比如说有20秒钟，那么前面第5秒开始你才想要来进行这个参考，你就可以设置这个秒数，然后时长呢设置为20秒，就是它的最长时间为20秒。那么你如果不想要那么长，就可以设置短一点。在这个音频这里面我们可以预览一下音频，那么大概呢我们就用这首歌的一个声音来给它进行一个参考。我们获得这2个数据之后呢，就要启动我们这个模型了。这个模型的效果也是非常的给力，我们选择这几个模型呢来进行一个加载。那么这里面我们尤其要注意，就是不要选错了，因为有些模型一旦选错的话，你就可能跑不通了。当然这些模型我都会给到大家。那么像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要下载一个 KJ 版的那个插件，那么到时候它在管理器提示说你有缺失的节点或插件嘛，然后你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了。像提示词这里面我们直接就说图中的女人在唱歌就行了，也是比较的简单。那么通过模型加载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采样去了。这里面的采样主要我们要控制的点就是在于生成的一个画面比例720×1280，那么就是控制我们最后生成的一个幅度是横屏还是竖屏的。你要是想横屏的，你就把它改过来，现在这个地方是宽，这个地方是高，你想要横屏的话就把它调过来。然后呢这里面其实我们要搭配一个放大模型，这模型也给到大家了，大家把它放置好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通过我们的解码器呢，最后生成出来一个视频，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而且这个模型还有非常多的潜力可望，那么在后续要是有更新的地方，也会第一时间给到大家进行更新。让我们继续的看一下它的这个潜力，其实有一点即梦的那种感觉了，还是效果很不错的。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下视频见。